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油管频道。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会手把手的教你一步步实操如何零门槛创建一个 TikTok 的一个个人广告账户。那么这期视频呢，专门针对新手朋友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期视频看到最后。那在视频的后面呢，我还会教大家如何学会用官方的一些创意工具，做出好看的一些广告素材。省钱又涨粉，并且避免防封号，还有新手投放广告的一些小建议呢，也会告诉你。如果最近你也想做 TikTok 的一个广告投放如果说不管你是做跨境电商的，还是做独立站的，还是做 TikTok 账号的，那么这些视频都非常的适合你。相信你通过一个 TikTok 的一个个人广告账户呢，首先可以让你的销售翻倍，并且也可以让你翻倍的涨粉，提高你的一个转化率，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那首先第一步呢，需要打开我的一个专属注册链接。那么你可以点开我的视频下方你可以在描述栏里面点击一个更多，或者说在评论区里面点一个展开按钮。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开通 TikTok 广告账号的这样一个链接。那么直接点击这个链接呢，就可以打开，或者说呢，你直接复制链接呢，在新窗口打开也可以。打开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这里英文不好的朋友呢，我这儿给大家翻译一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到的呢，就是一个注册页面但在注册之前呢，还有对 TikTok 广告不是很清楚的朋友呢，我这里做一个快速的简单的一个介绍。平时呢，不管是你在刷抖音或者是在刷 TikTok 账号的时候呢，都会出现一种下面带一个购物车按钮的一个视频内容。当然这里除了一个电商购物广告以外，那你还可以利用 TikTok 的广告呢，来帮助你的账号涨粉，或者获取一些私域或者客户的一些线索等等。有个别的用户用它来为我们的一个，比如说用它来为我们的一个油管频道来进行一个涨粉呢，那也是 OK 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TikTok 广告账户呢，能够精准投流，为我们的频道吸引来一些不是那么精准的一些流量。那如果说你是卖产品的，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投放广告来增加你的一个转化率。首先我们来到大家打开视频下方评论区的一个 TikTok 的一个链接直接打开之后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往下滑在这里我们就来注册你的一个 TikTok 的一个广告账户。这儿就进入到一个开户的一个流程。首先在这里呢，先输入你公司的一个名称，并且输入你是做什么的。比如说如果说你做电子商务的，是做跨境电商的，你就选电子商务。那如果说像这个上面你有一家海外或者说美国的一个公司，那么你也可以在这里填入你公司的对应的一个公司名称。那么这儿我没有呢，我随便填写一个小鱼儿这里你也可以根据你的一个行业来选比如说你是做自媒体的，或者做线下销售的，或服务业的这些都可以。那比如说你如果是只是单纯的做一个 TikTok 账号的，你可以选择这个媒体。媒体里面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视频和音频，那么你可以选择如果说你是做视频的，就选择视频。接下来如果说你有你的公司的话，你可以输入相关的一个网站，在这里输入一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的话，你可以随便填写一个号码呢，它会出现这种像这种呢，它要求可以看到需要你给出一个相应的一个验证码。那么我们也同样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在这里来生成。那选择一个可以收取到一个，可以看到这里我用了一个可以收取虚拟手机号可以接收短信验证码的，这儿我复制一下。在这里你可以通过一些可以美国手机号生成并且可以接受一个验证码的这里可以用一下。这里选择了这个填写好了美国验证码之后，接下来我们点开始使用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去填写一个，去找到它的一个相关的验证码这儿我们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验证码的，我们复制一下，把它粘贴进来。OK 了，可以看到你可以找一个可以这种临时的，并且在这里呢，它是可以搜到这里验证码的，直接在谷歌这里来搜索就可以了。这儿我已经验证成功了这里它会出现相应的一个验证码，那么我们直接填进来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可以看到接下来就填你的一个公司名称这里填写一下，地区写一下，比如说直接就填美国，这儿选择美国。那这里选一下你是什么。他问你是代理机构吗？这里漏不是就直接选不是你的名字填写一下，
还有你的电子邮件，还有你的电话号码啊。这里面是做什么的？看一下啊，比如说是做自媒体的，它你的一个月度预算啊，看一下这里面可以随便选一下。公司的网站，随便这儿复制一个网址填进来。你是否有任何数字频道上做广告？看一下你有没有做啊，有就有，没有。比如说你有做谷歌广告啊，有做 TikTok 的这种，也可以选择谷歌啊，也可以多选。那这里全部好了之后呢，这里勾选一下，直接选择下一步。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看到，那我们就成功的创建好了一个自己的一个 TikTok 的一个广告个人账户。创建成功之后呢，它默认会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广告创建流程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页面。来到这里英文不好的朋友呢，建议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儿可以看到有3条横线，这里有一个账号，这里点进来之后可以看到这儿有个语言点一下你在这里可以把它切换成一个中文。那么它出现的就是一个中文在这里为了大家都能看懂，所以我就直接选择用来安装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翻译这样有一个中英文对照的一个版本，大家都可以看。在这里它会问你你的广告的目标是什么这儿会分成很多的这种转化目标。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品牌的知名度，那这个呢就可以通过访问你的网站，为你的网站来增加一个流量。那么第二个可以看到，通过也可以为你的视频来增加更多的一个观看次数和一个参与度。下面还有一个呢，社区的一个互动你可以在你的 TikTok 账户上呢获得更多的一个这种社区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第二个呢，这是一个销售方面的，你可以选一下它。那可以看到它是提高你网站的一个销售量如果说你是做的一个自建站，你里面是卖相关的一些你做的是一个WooCommerce 搭建的这种网站在向销售，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来为你的网站来投放一个广告，来提高你店铺的一个转化率。那在这里如果说你对网站搭建感兴趣，想要自己去搭建一个在线自己可控可以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站的话，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一期视频这期视频呢，那么有详细的讲到如何搭建一个电商网站这里相关链接呢，我也会在视频上方的把它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和视频的一个描述栏这里对想要自己搭建网站，想要做一个电商独立站的朋友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一期视频。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呢，自己的你有 Shopify 独立站也是 OK 的。如果说你有你的 Shopify 独立站，你也可以去推广你 Shopify 的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产品，也是没有问题这儿到时候呢，直接你把它连接到你的一个 Shopify 商店用这个 TikTok 账号去连接到你的一个 Shopify 商店就可以。接下来呢，可以看到是一个 TikTok 如果说你在 TikTok 里面有商店你有开 TikTok 的小店的话，那么你也可以直接来推广你 TikTok 的里面的一些商品你就可以选择这个你可以借助店铺广告解决方案，也可以为你的商品选择效果最佳的一个广告创意利用这个可购物广告的一个排位呢，从而获得更好的一个就增加你的一个销售额。下面还有第三个可以看到是一个潜在客户的开发，同样这个也是通过你的网站获取一些潜在的客户。第二个TikTok 的一个临时一个即时的表单获取潜在用户这个就是去挖掘你潜在的一些用户去开发你的一些潜在的客户。那么这个第三个是直接消息或者电话去获取到你的一个潜在用户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更多，可以看到这里呢，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可以在这里呢点击来查看更多。现在我们并不是需要马上去开启这个广告创建的流程，所以我们这儿来先点击这里有一个退出这里直接点击退出，接下来它就会退回到这样的一个页面TikTok 广告的一个首页。这里可以看到它有告诉我们的一个新手的一个引导的2个步骤，大家可以依次去完成。比如说第一个可以看到创建你的第一个广告创建你的第一个广告，并且要设置结算和付款的一些详细信息后，你就可以投放广告系列了这儿我们先要去设置一下这个结算和付款就需要去添加你的一些账单的一些信息，设置好你的一个支付方式，你就可以开始去创建你的第一条广告。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点击这里一个开始使用。
那我们怎么样去添加我们的支付方式啊？接下来呢，大家跟着我的步伐一直往下看啊。那么在这里还没有注册 TikTok 个人广告账户的朋友啊，在描述栏有相关的链接哈，大家直接去打开啊。你要跟着我来操作过之后，你才知道它的一个具体流程。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哪里去添加一个付款方式呢？我们点击顶上的这个 Tools TOOLS， 点击这里有一个设置啊，点这个设置下面这里有个账户设置，我们直接点击进去啊。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你的账户的一些相关信息哈，比如说你的账户名称，后期你有创建的一些广告账户啊，在下面哈，广告账户的管理员你可以看到啊，这下面有一些账单的一些相关信息，还有一些主要联系人啊，这些你都可以啊，这个都是你的一些个人账户的一些信息。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左侧点击这里的一个付款，我们要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付款方式，来添加一下。可以看到啊，在这里它进来之后，我们就直接点这里一个付款，那么完成付款设置就可以开始投放广告啊。在我们想要去创建广告之前的第一步，可以看到第一步就是输入我们的账单信息。第二步就是设置你的付款方式与资金啊，把这个添加成功之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啊。很多朋友可能你走上来直接去创建广告，但是如果说你的一个付款方式没有设置好，你是没有办法去投放广告啊。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里的一个添加余额，你这里需要啊，你比如说你想要充值多少啊，这里我选择一个50，可以看到$50，点击一个确认。接下来就是选择你的一个付款方式，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使用信用卡或者借记卡。那么我们可以去绑定我们的一个信用卡哈，你可以用你的信用卡，可以看到在这里输入卡号，填入一些相关的信息，填入这下面一些这个街道这些国家邮政编码这些填好之后呢，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支付。在这儿如果说你没有信用卡或者借记卡呢，大家也可以去办一个可以正常的可以使用最好这个信用卡它是支持一个海外 Visa 或者是一些这个什么 World 的一些信用卡。那这些信用卡怎么样去获取呢？你可以去搜索哈。其实在大陆的话，有一些银行呢，它也是可以去办理这种外币的并且支持这个 Visa 的这种信用卡。如果说你不想办实体卡呢，那你还可以去办一些虚拟的一个信用卡比如说之前小月儿有给大家分享过的万里汇的一个非常快捷的一个虚拟信用卡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去申请一个相关链接哈，你可以来搜索可以来看小月的这期那么你也可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那如果说没有信用卡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PayPal 你可以选择使用 PayPal 来付款。 PayPal 就比较容易大家可以去注册一个 PayPal 账户。那么整个流程呢也并不复杂你填写一些相关的信息可能需要一些实名认证这些，那么去申请一个 PayPal 就可以。那么你还可以使用下面的 Venmo 的这个卡这个卡如果说你有美国的一个手机号还有 Venmo 的账户呢，就可以免费申请这样的一个信用卡。那么这3种付款方式呢，你可以选择一种，比如说我这儿选择一个 PayPal， 点击一个立即验证接下来点击确认去完成付款就 OK 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始创建我们的第一条广告了你来到这个这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如果你是刚申请你可以在这个Tools 里面可以看到最底下这里有一个账户的一个运行状况，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如果说你是刚申请的话，你可以看一下目前你的这个账户呢，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点击这边它有一个运行状况，看一下目前呢你这个是正常运行的了，还是正在审核。一般刚刚申请的话，它会有一个申请流程但是这个申请它也是比较快的，一般1天左右那你的广告账户呢就会完全审核完成。那么你这里充值之后你的平时做完广告你所剩的一个余额，大家也可以在这里面来查询。OK， 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个广告创建的一个流程。我们点击这上面的一个我们点击上面这个 campaign， 这里有一个加号可以直接点击这里创建。接下来就到了这里一个创建页面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显示了有3个投放广告的一个目标。
第一个是品牌的知名度哈，打响你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知道你。那第二个，提高你网站的一个销量。那不管是做独立站或是做 TikTok 店铺哈，如果说你想要让你的销量翻倍，想让你的销量能够转化率能够更高哈，卖出更多的东西，好，那你就可以做这个广告来推广你的商品。第三个呢，可以看到去开发一些潜在的一些客户。如果说你只是想要让你的网站哈，比如说想要涨粉哈，想让你的视频的观看量变多，或者说想让更多人呢吸引到你的网站里面来哈，打响你的知名度，你可以选择第一个啊，你可以选择这个里面啊，你可以网站你就选这个啊，你想让你的视频播放量越来越多，或者想要涨粉，你就可以选这个。那如果说你是销售产品的，你可以选择第二个啊，你想增加你的独立站的一个销售，你就点这个哈。如果说你有 TikTok 小店的，你就可以直接点这个。这里如果想要看，这里想要显示更多，那么我们可以点击它啊，查看更多的目标，点击到下一步。这里就看你的广告想要投放在哪里。你要投放独立站的话，那么你就选择。接下来，如果说你要投独立站啊，那么你就选择这个网站的一个提高网站的应用和销售量。那如果你要投 TikTok 小店的话，可以看到你就选这个，这里就是一个 TikTok 的一个商店啊，就是一个商品的销售。那如果说你想要给你的视频涨粉的话，那你就选择这个，那这个就是一个增加视频的一个播放量啊，或者说你要曝光自己的账号，那你就可以选择这里来或者它都是打响一个知名度的。这里之前我也已经有出过一期 Talk 的一个广告投放，那这儿讲的是一个独立站的一个投放哈，关联独立站的这样的一个教程啊，这儿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我的这些视频。今天呢，那我就不再给大家讲如何去制作独立站的一个投放独立站的一个个人广告，今天我来讲这个traffic。今天给大家来一个不一样的哈，就不能每一次都是独立站的一个广告投放。今天我们选择这个，比如说你要去进行一个涨粉，或者要给我们的一个视频进行一个加热，那么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traffic。那么我们还是返回顶上的第二个按钮，点一下，点击一个离开，或者你也可以直接点击一个退出。接下来我们点顶上这里一个添加广告。接下来就会来到这里，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我们选择 traffic 直接点击这里一个下一步。OK， 选好之后呢，可以看到下步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它这儿就有一个让你创造一个广告系列的名称这里我就随意写一个你可以根据你的广告系列来命名一下。这里可以点开下面还有一个高级设置，在下面这几个呢，我们让它默认的，它包含了一些什么在这个里面，比如说允许视频下载，允许视频共享。这里用户的评论可以看到我们建议你保留用户评论，以帮助你的广告获得更多的一个展现次数和转化次数。那么你想要有，你可以用上，不想呢，你可以直接把这里关掉。如果你想关闭这个呢，也是可以的。在这里我们就先不关闭我们就直接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它就是让你来连接到你的一个 Shopify 账户需要去建立个人的一个资料并提高广告效率。第一，你是可以连接到你的一个 TikTok 账户，这第一个就相当于是可以绑定你自己的一个 TikTok 账号。第二个是可以绑定，比如说你授权你可以经过别人授权的，你可以去关联别人的一个 TikTok 账号，是这样得到授权的这样一个账号。比如说一些达人拍摄的视频，去要一个 code，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到这里来进行一个绑定，就看你是连接哪一个。比如说我这连接到我自己的一个 TikTok 账号，然后我就点一个连接。接下来可以看到你需要绑定你的一个 TikTok 账号的话，它是需要与你当前的一个广告账户关联的一个电子邮件进行一个验证，并且呢，它会把验证码发送到这个邮箱接下来可以看到这儿呢，我就点击一个发送代码。那这里呢，我已经登录了我的这个账号。OK， 我们找到我们的邮箱，我们把相关的码给它填进来验证码，点击一个确认。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它就要去连接我的这个 TikTok 账号这个广告账户它要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TikTok 的一个账号。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相关的这些信息呢，看你需不需要去开通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按钮，如果你不想开通的话，那这些按钮呢，你可以全部去把它关掉这些你可以根据情况这些该打开的打开，该关掉的就可以关掉。因为我这是演示的话，我就先给它关掉。比如说它这里面是不是可以查看你的广告活动所涉及的一些帖子的数据呀，
比如说获取抖音商业账号的电话号码的一个读取权限啦，还比如说查看你的一个电子邮箱地址啊，比如说说出你的电话号码呀，在 TikTok 上展示你的商品啊，这个展示商品这个可以打开，本来我们就是要去投放广告啊，想要去展示商品的，这个是可以的。这里好了之后，我们就点一个下面的一个继续。连接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点一个继续。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已经连接好了，连接好了之后，接下来要输入你的一个有效的一个网址。那么这儿我就输入一个网址。接下来可以看到就是添加更多的视频和图片，有助于 TikTok 自动优化你的表现啊。我们建议提供6个或者更多的一个素材啊，在这里你可以添加广告素材，点击这个加号。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目前为止我这里还没有任何的一个广告素材啊，那我可以去制作一个广告素材。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利用 AI， 利用 GPT 啊，利用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视频生成工具啊，帮我去生成一些视频。那么这些视频呢，我们可以是原创的，那这些视频呢，它都没有版权。那之前我也有给大家出过一期哈，可以利用 GPT 呢，可以来辅助制作一个广告。那么这儿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哈，我也会把相关链接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大家感兴趣可以暂停视频呢，去收藏这一个视频。这里呢，我简单讲一下哈，我们可以用，比如说用 GPT 哈，那这里，那我想展示一个商品，这里我把我的商品呢保存在我的电脑上，我点击这个加号，添加照片。那比如说我要展示这一套衣服，那么我这儿我的提前把产品图片准备好。接下来呢，我要去生成视频，可以让 GPT 来给我一个生成视频的一个提示词，根据以上图片帮我写一个图生视频的提示词，让小女孩展示她身上穿的这套衣服，比如说转圈或者摆各种动作分别生成3组生成视频的一个提示词。那么我点击一个发送。那这里可以看到，这套衣服呢是非常漂亮的一套衣服我这个小模特穿上这套服装，让它进行一个展示。这里我使用的是一个 GPT-4o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它是有一个识图的一个效果。如果在这里你还没有 GPT 的账号那么你可以找到我的视频下方，点击展开更多在这里会有一个 GPT 的一个鼠标往下拉，有一个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在一个新窗口去打开。那进来里面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一些服务比如说一些 GPT 比如说 Midjourney 生图工具还有一些这个 YouTuber 的一些账号等等一些各种工具比如说还有一些 AI 服务还有代充的谷歌账号这些呢都有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有需要可以找。那比如说我们就找了这个 AI 服务，那我们这儿就可以去选择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 GPT 的一个 Plus 账号，我们点击一个购买。接下来可以看到来到这个页面它有1个月的，也有3个月的。建议大家选择这种如果说你长期都要使用到 AI 建议大家选择这种独立会员独立会员的话，它效果会更好。那这种是共享会员价格会优惠一些，这种就叫便宜合租。你想要一个人使用，你就选择一个独立会员。独立会员可以看到它的月付和它的年付下面你可以选择 PayPal， 也可以选择支付宝去进行支付就可以了因为在这儿呢，平时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一些文案这些呢，我们都需要用 GPT 来帮我们完成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完成了。我这里就直接把这个提示词给它复制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的提示词明亮的现代室内，小女孩站在房中央，她轻盈的转圈，双手她这里连动作这些都写下来了那我这里直接复制。那接下来我会用到的一个生图工具呢，现在非常火爆的一款工具它的名字就叫可伶。那么可伶 AI 呢也是非常好用的一款工具那这里我也出过一期教程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看一下，我会把相关链接来放在视频上方的右上角这个可伶它里面最火的2大功能就是一个图生视频，一个文生图图片生成和一个视频生成。这里我们就选择视频生成这里我们选择图生视频，那么我们选择这里直接把我们的图片上传进来。 OK， 这图片上传进来之后我们把我们的相关提示语填写在这个里面。接下来我还需要一个，我看一下这儿可伶呢它分国际版和国内版，建议大家可以使用国际版，它里面的功能会更全一点这里可伶的一个相关链接呢，我也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打开跟着我一起来操作。这里可以看到创意一个描述有了之后，接下来呢它这里有一个动作控制这儿你可以去选择正在分析一个角色，你在这里你可以就可以来让它怎么动都可以。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动作库，可以上传一个参考的一个视频这儿我就暂时就不用这个，我这里直接就用图生视频。接下来呢它可以连这个音效都可以一起给你生成。这儿有一个否定提示语这儿我让它给我写一下
这个否定提示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大家也不要把这个忽略了。比如说你不想让这个图片模糊，不想让它有低分辨率，不想让它有色差，不想让它失真构图不居中等等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写下来。接下来这里一个生成模式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它有一个标准的，有一个高品质的，我们这儿就选择一个标准的。接下来生成的一个时长你可以选择5秒，也可以选择10秒。比如说我选择10秒一条，这儿就直接点击它生成这样的一个视频呢，大概需要40个学分哈。那我就点立即生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之前有展示一个这种水晶项链它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的自然，并且是一个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如果说你经常要创建一些广告又没有遇到一款合适的一个视频生成工具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款可伶的一款视频生成工具，并且它的一个效果比如说你让它来给你制作一些广告视频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比如说还有一款呢是叫一个 InVideo 这儿我都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大家可以看其实这个可伶呢，它生成出的效果确实非常的逼真，完全是看不出来这个是用 AI 生成的。这里相关链接都在描述栏大家可以直接打开链接，在这里来立即来体验。那比如说这儿我们生成好了，这里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个下载。那如果说你还不知道一些提示词怎么写，你可以到这个里面来，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你还可以去用它的一些现成的提示语去进行一个优化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服装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 AI 换装一个模特换装这个 AI 换装就用模特来让它给你穿上一个不同的你的一些服装，可以看到一件就可以换装，这个也非常适合拿这个工具来做一些电商的一些产品展示。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如果说你是免费版，你可以先进来先体验一下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付费版付费版它的速度会更快那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这儿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视频已经生成好了，看一下还是非常的自然那么这个小女孩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转身，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我们直接点击这里一个下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给它上传进来。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创意库，在这里点击一个上传，我们把我们刚才的这个视频直接就给它拖拽进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我们的下载按钮，点击这个图标，那我们直接把我们的视频给它拖进来。OK， 可以看到这里上传进来之后呢，我们就直接选择好之后就点击这里有个上传。那往下拉可以看到这是之前我制作的这样一个广告视频，这里正在上传之中。可以看到它这里也说了，也可以同时使用视频和图片格式呢，有助于提高广告系列的一个整体效果。你也可以把你的图片和视频一起上传也是可以的。这儿我们就点击一个确认。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边呢，它视频正在生成当中这里就正在展示一个手链，那么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你可以给你这个视频配一点音乐也是可以的这里我演示就没有搭配音乐，看一下这儿你可以搭配一个音乐。接下来呢，你可以为你的这个视频添加一个标题，我们也可以直接交给 GPT。 可以看到我这儿是发的一个视频给他那没想到它这个视频它也是能够识别的，那我再复制一下，我们把这个标题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这里它有一个将广告作为帖子投放到该 TikTok 账户上，那么允许你把这个勾打上这一个视频文案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是添加100个文字的你可以多写一点在这里我这儿是演示，所以我就随便写了一点。这个可以看到它那里的名称它也会显示在这个广告账号里面，你也可以去改。接下来这个有一个行动号召，这个行动号召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去进行一个设置虽然说我们是为了拿来怎么说呢，增加我们视频的一个观看量，或者说增加我们的一个订阅者，那我们也可以去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号召，去吸引更多的用户来到我们的一个网站，或者说我们的一个频道。比如这里可以看到有个倒三角这里有一些什么这些相关的，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立即购买联系我们这些都可以去把它需要的都可以把它勾选一下。那如果说你要增加你的一个短视频的一个曝光那也是需要填写一些相关的这种行动号召。那这个 TikTok 的话，它不局限于你拿来增加你网站的流量，或者说提高你商品的一个销量提高你的转化率，那它还可以有一些博主呢，他也会有一些操作比如说他为了像一些比如说像 TikTok 呀，或者说是像 Facebook 呀，或者说像是一个 YouTuber 啦，他为了提高他的里面的短视频的一个账号的一个曝光量他也会在其他平台去进行一些涨一些订阅者
我们所谓的去涨粉或者说它也可以通过这种投放广告的方式呢，去给自己吸引来一些流量但是这些流量可能它不是那么的精准。如果说你关联的这个账号的粉丝已经比较大了，比如说有几十万的一个粉丝，那么你也可以利用这个 TikTok 广告的后台为你自己的这些视频进行一个加热。这里完成好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呢，一个预算你打算投放多少金额你的一个预算，比如说可以看到$31，预计每天呢有53到160的一个点击。那59这个是$31那这个$59呢，预计每天有119到358次的这样的一个点击你可以根据你自己想要的一个点击量来进行去选择要多少费用。就大概呢，一天你要消耗多少多少广告费。那建议新手朋友呢，我们最初都从最低的开始我们可以先去测试一下，比如说先投个每天$31。这里呢，它给了这样的一个预估预算。那如果说你想要效果越大曝光量越高，点击率越高，那么你肯定花费的金额就要多一点这儿建议前期大家呢可以先少量的去测试一下。那你也可以选择这里有个自定义的一个运算那么这里有一个可以看到它你要预计投放广告的一个天数在这里它是至少是推荐7天。一般投放广告的话，1天2天是看不出来什么效果的这种投放广告是要坚持长期的一个过程你可能在刚开始人家都还没有发现到你的这个视频没有发现到你的这个广告，那肯定是没有办法给你吸引不了什么，但是需要你不断的去坚持后期慢慢的会知道你这个广告的人会越来越多你的曝光量呢就会越来越大你也可以自定义一个时间表这里你可以点击这儿，可以点开看一下，比如说你要从多少号开始，然后到多少号结束，那么这儿你也可以自己来设置这儿大概我们就选个7天，好了之后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一个发布。接下来到这一步就是因为前面呢我也没有去充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为我们的广告后台来去进行一个充值，比如说在这里我充个$100大概是$100，看一下这里你直接添加余额也可以在这儿我们就添加好了，点一个确认。接下来呢，去选择一种付款方式，比如说 PayPal 呀、信用卡呀，去进行支付就可以了。那么它每天呢，如果说你选择的是一个星期，可以看到这里付款方式就是这3种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你选择一种去进行支付就可以了。如果说你选择的是一个星期比如说1天30，那么3期就是210，那你这里就可以输入$220。你前期的话，你可以让它自己去跑一跑，你可以先看一下你就根据这个情况来先充值一部分的余额在里面。这里比如说我在这里充值了$1000，那么后面呢，我想要把它取出来怎么办呢？那么你可以看到在添加余额这里，它有一个有关退款的信息，请参考退款政策这儿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来这里我给大家翻译一下。那么退款政策呢，这里它有说我们的目标是你在确认希望关闭账户后的一个60天内，它会处理所有退款。你必须呢是在关闭你的退款呢，你要把以下的这些情况给它处理。你账户预定的所有活动呢要全部完成，那么你所有的相关活动完成之后呢，在关闭账户下的所有应付和产生的金额全部计算，并且已经付清前提就是你不要欠钱，或者说你不要还有一些活动都没有完成，那你是没有办法关闭的那就是说目标60天之内你处理，把你这些该清理的清理了，该付清的付清了，你就可以去选择退款。当然呢，我们在投放 TikTok 广告个人账户和使用代理商给我们提供的代理账号去进行投放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可能有的人呢是找的一些代理商去进行一个广告投放，那么具体的区别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你可以来到 TikTok 它的一些相关的，可以看到 TikTok 的平台相关投放广告一些管理这些，你可以包括广告这些限制这些所有的，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那我也会把它贴在屏幕前大家可以自行的去了解一下。其实TikTok广告投放个人账号的一个创建还是非常简单的投放广告呢，当你知道了大概的流程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包括制作这种广告包括制作这种视频呢，也是现在有了一些 AI 的辅助了，也会变得非常的简单。还有一些新手伙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它会出现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词语
像这种比如说什么这种 TikTok 账号，它有各种各样的啊，比如说有个人账号啊，有一般企业号呀，有注册的企业号啊，什么蓝 V 认证号啊，机构号啊，什么 TikTok 什么账号啊，还有什么广告平台账号啊，还有什么商务中心账号。那这些东西大家都可能看的都比较懵哈啊，但这些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其实 TikTok 里面它都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呢，它都有具体的给到一些解释。比如说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儿啊 ，TikTok 账号的一个类型啊，这里类型定义、适用对象啊、权限和登录方式，那么你都可以对照来自己来一个一个的去了解。大家可以来到这个网页哈，这里你可以来查看。首先一个可以看到是一个 TikTok 的一个账号类型，第一个可以看到最为普通的，也就是我们大众用的最多的一个是一个个人的账号，最普通的一个账号啊，比如说大家要用去进行一个刷视频去娱乐呀，或者说你要拿去学习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绝大多数人呢，他都会使用一个个人的一个账号。那么这个账号就是最基础的一个账号就是一个普通用户。那么它的一个权限可以看到，仅归个人和商业实体使用你可以通过电话号码、电子邮箱或者第三方账户或者一个密码进行一个登录，普通的一个你刷视频的一个账号。那当然你也可以去进行一个内容创作有很多人他喜欢拍视频，拍了之后他直接发在他的这个 TikTok 账号里面。接下来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一般的企业号，那么你也可以用你的个人的一个账号去升级成这样的一个企业号你需要完成企业的一个对应的一个认证流程你可以通过可以看到你还可以通过你普通的企业号去用普通的企业号去注册完成这个企业号。完成这个企业号之后呢，你还可以获得一个蓝 V 的认证的一个企业号。那么这个认证的流程可以看到，拥有认证徽章的一个企业号可经过 TikTok 验证成为蓝 V 认证企业号。那这儿它需要认证的东西就要多一点流程就会稍微的复杂一点需要你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料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个人账号、企业号，还有蓝 V 的这种企业号以外呢，还有下面呢，它就是一个机构号。那这种机构一般就是一些企业或者机构或者说是个体工商户根据适用情况去创建的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这样的一个 TikTok 账号。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 TikTok 的这个 Business 的一个账号。那这个账号的话，它其实就是用来串联所有跟广告投放相关的一个账号。那么这个就是可以在 TikTok 广告管理平台上创建和发布广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账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你申请，如果说你要申请一个来申请一个 TikTok 的一个个人广告账号，那么就是这个账号它是可以拿来投放发布广告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 TikTok 的一个广告管理平台账号。那广告平台账号为你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来启动推广系列，管理广告资源，监控数据，优化广告。那这里可以看到，你需要拥有 TikTok 的这种账号它才能访问 TikTok 的一个广告管理平台。那么这个账号它其实就是我们广告投放广告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我们投放广告操作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接下来最后一个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 TikTok 的一个商务中心账号。那么这个 TikTok 的一个商务中心账号主要是用来管理我们它这个主要是用来管理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这个 TikTok 的这种business 的这种账号。那么我们都是可以像我们的这种账号都是可以把它绑定在同一个商务中心账号底下去进行管理。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广告资产，比如说个人账号我们还有一些广告的一些还有一些团队成员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管理操作，那么你都可以到这个 TikTok 的商务中心账号里面来进行一个操作。那么在这儿呢大家应该对这个 TikTok 投放广告有了一定的一个了解和认知，并且也知道了相关的一些操作流程基本的一个投放流程。那我们如果想要去利用 TikTok 广告去创建出来一个盈利的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是想要去投放出一个能够让我们带来收益和订单这样的一个 TikTok 广告，那么我们肯定还是需要花一些心血我们需要把这个精力都投放在这个 TikTok 广告素材的一个优化上面。那
其实这个投放是非常的简单，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制作出来一些高质量的非常优秀的一些 TikTok 的一些广告素材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关于这一点的话其实 TikTok 官方呢也给了非常好的一些创意营销工具。那么你也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你可以在这个商务帮助中心里面找到，这里有一个广告优化，它里面有很多一些创意的一些营销工具。这里面它也是分了几个重要的几个板块，比如说这里有一个热门广告，那么在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第一个它就是一个热门广告。那在这个热门广告这个板块里面你可以通过这里这个热门广告的一个数据面板，可以去看到一些优秀的一些广告素材。那么这些功能可以看到热门广告的数据面板的用途就主要是寻找制作 TikTok 广告的一个灵感来源游览你所在地区所属行业的一个广告创意，可以探索他人使用的一些新视频技术方法和风格，评估热门广告的效果，看看它的成功秘诀是什么。简单来说你这里你可以直接去点击这个热门广告的一个数据面板那么就会来到这个页面其实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去学习一些优秀的一些广告素材。那这个呢肯定是人家之所以会提高它的销量他做的这些广告呢肯定是有很多优秀的地方，那一定是经过反复迭代之后呢一些优秀的这种素材案例。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向别人学习以及模仿呢，慢慢的先模仿再超越，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傻傻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所以我这里强烈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利用好 TikTok 的提供的创意中心。除了这里热门广告之外呢，那这里有一个关键词的一个洞察，同样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关键词洞察呢去搜索对应的一些比如说跟我们产品相关的一些关键词。那这个关键词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观众很多这些顾客呢他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他都会去搜索一些相关的关键词。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关键词或者可以看到热门广告的一些热门关键词或者词组的工具，去进行筛选一些关键词，去了解对应的广告素材的消耗情况以及点击情况，以及很多呢它是属于这种像官方才会有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数据一些指标去进行学习和了解。那除此之外呢，你可以看到创意中心里面的一个趋势板块呢，它是按地区和行业显示时下流行的话题、歌曲、创作者和视频，它可以帮助你来捕捉热点切实把握整个 TikTok 社区的一个脉动和文化，跟踪并利用趋势来搜索如何在你的自然和付费推广策略中呢充分借力 TikTok 上的一个流行趋势。并且呢它趋势的一个用途呢就是跟踪趋势，了解 TikTok 用户的一个兴趣，借助趋势话题来影响你的自然和付费内容的一个制作，寻找一个热门创作者来进行合作，筛选已批准在 TikTok 广告中呢使用的一些热门歌曲。那它里面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创意建议探索，还有什么创意策略中心，那么等等这些里面你都可以来把它仔仔细细的来看一下。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些工具比如说生成 TikTok利用一些工具来生成 TikTok 广告，或者说来生成一些图片呢转为视频动画，或者来生成一些虚拟形象，这些都 OK。 并且呢它还可以来给你生成一些脚本这里面都提供了这些详细的这里要使用到的一些工具。那这里可以看到还有一个 TikTok 的一个视频编辑器，那么你可以生成旁白，你还可以在里面添加音乐、添加文字和贴纸这些等等效果这些都 OK。 那它里面也提供了一些 AI 用 AI 生成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其他的创意比如说它还会给我们一些模板视频，那么你可以通过模板去创建这种模板视频。最下面这里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商用的一个音频库音乐库你可以使用商用音乐库里面的准备的这些音乐素材。那这种呢它一般是无版权的，可以看如何使用这个音乐库，那这里面相关的你都可以去读一下。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无版权的这种 BGM， 具体怎么样使用呢？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一些广告优化它给出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建议，并且提供了一些实质性的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去操作去使用。那这些东西呢具体怎么样去使用呢？首先我们来到TikTok 的创意中心，在这里英文不好的小伙伴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一个把它切换成一个简体中文。
如果说我们的一些是做海外的一些商品，那你做的是跨境电商的话，这种其实建议大家还是用英文你可以像我这样子下载一个中英文对照版本，下载一个这样的沉浸式翻译，这样子也可以因为这样呢，它是根据外国人的一个习惯来，它这样子会更精准一点。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热门广告的一个仪表盘，这儿我们先选择一下国家这里你可以点鼠标往下滑，比如说美国，我们还是找到美国。那美国、日本可以看到意大利这些都有，包括这里台湾这儿我选择美国。你是做什么的比如说你是做这里选择一下你的一个行业你的类目，比如说你是做电器的、做服装的、做婴儿的方面的、做教育这些等等你就对应你的一个行业去进行一个选择。这里比如说这里呢，我来选择一个宠物的。宠物可以看到有一些宠物的一些什么美容有宠物的一些家居宠物玩具等等这些。那这里我就选择一个宠物玩具。接下来看一下这里我们是做电商的话，我们就要选择第3个选择，这里勾选一下。这里时间你可以看到这里可以选择，比如说过去7天、过去30天、过去180天的这一个数据，我们可以选择30天内它比较优秀的一个广告。后面这里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排序你是选择哪国的，比如说英语代表是全美国的，西班牙语这些你可以选。那这儿我们其实可以勾选一个全部。下面这里它会有一个排序这个排序方式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 for you 这个规则的话，就是 TikTok 呢，它会根据我们投放的一些情况呢，去给我们推荐一些广告。这个呢主要是展示这个广告的一个展现量，去进行一个排序。那下面这个点击率呢就不说了，点击率后面你可以看一下这儿，比如说它有一个2秒完播率、6秒完播率，还有一个转化率和一个点赞量来进行一个排序。一般呢还是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点击量比较高的，这儿我们就点一下这个点击量我们看一下点击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一些广告素材。接下来我们鼠标可以往下滑，那在它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之上呢，你要留意一下它的那你要看一下它的 likes它的一个数量是多还是少。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是 2K， 这是2000，那这个更高。那像这种的话它只有400多，那么数量少呢，特别少，就说明它总的一个投放量的一个也是比较低的，说明呢它还没有达到一个大规模的投放。这里我们就可以重点关注这种点击量比较高的，同时它的投放量呢还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些广告素材，证明这些广告素材呢它肯定是经过一些迭代非常优秀的一些广告素材。这里我们就可以随便找一个，就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它有一个1万多的这样的一个点击量。那么这儿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下面这个查看分析，直接点击进来。进来之后呢，这儿你可以直接看这个视频，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小狗的玩具那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投放的地区还非常多，一共有33个国家。在这里面你可以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数据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目的有一个流量、一个转化率，还有一个覆盖率这个是它的一个商品的一个登录的一个页面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有多少人去点赞这里有1万多，并且它的评论数是多少它的一个点击率是多少，它的预算可以看一下，这些都能看到。你可以根据这些情况可以大概了解它目前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一个级别。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到这里它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点击量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图，那这里还有一个曝光的一个走势图，还有一个点击的一个走势图包括它的一个转化的一个走势图。这儿可以看到，其实通过这个数据的话，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到它最近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转化趋势。根据线路来看最近它这里不是那么的理想但中间这里还是非常可以的。它这种转化一般是集中在每一个区间去进行集中转化的这个广告素材，说明它在这个里面这个区间会有一个像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像这种非常低的这种我们就不看了，我们再找一个给大家看一下，点击进来这个呢它也是一个狗的玩具那么你可以看到它广告的一个效果。那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看一下它的点击，再看一下它的转化。那这里你通过这个走势图比如说某一个素材在某一个时间区间呢，它像这种发生了一个大量的一个变化，那么就证明这个呢就是这个广告素材的一个高光帧。
那大家可以重点的来关注和学习。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功能来看，比如说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洞察的一个地方，那么这儿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来。进来之后第一次的话，它会有相关的引导你可以大概看一下。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去搜索一些你要做的一些品类产品相关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我在这个里面搜索一个空调，那它这里就会出现什么空调风扇空调这儿我就点这个空调，点击一个搜索。接下来可以看到，那这儿我搜索的空调的一些关键词包括它的一个人气变化这种呢它是属于冷门了。这儿我再搜索一个，这里建议大家还是用英文来搜索接下来我又再来搜索一个项链，那这里就是一个关键词洞察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在这上面搜索任何关的一些产品相关的一个关键词。那么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关于这个项链的所有的一些它的一个人气这些等等，你都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假如说我想要投放这个产品的话，那你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关键词，那么你就可以来引用一下。比如说这里项链的话，你会发现它这种比如说有以姓名来制作的这种项链，还有项链的一些什么套装还有什么心形项链初始项链还有十字架的项链字母项链等等。那么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它的一个人气比如说它的一个点击。那这里你可以拉动下面的，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横条，我们拖动它鼠标往上，你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点击率它的转化率以及它的一个消耗情况它的一个 CPA 大概是多少是偏高还是说在多少它的成本可以看一下，并且它能获得的对应的一个曝光量展示量，这些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可以查看到。你要想要更加详细的想要去了解的话，那你可以鼠标可以看到后面它有一个详情，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详情来看一下。那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具体的一些广告素材，比如说这里这个关键词的短语这里面都有了，它常用的这些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点击率这些。这里甚至你可以点一个视频来看一下，比如说这里点一个视频来看一下。I'm obsessed with my new name necklace. I got it from oakluna.com. 可以看到它这里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么这篇看完之后呢，你还可以这里跳转到下一页。其实这些视频都是我们可以拿来借鉴，可以拿来学习的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呢都是一些达人在展示一些商品这每个视频你都可以点进来看。那如果说你的产品跟它的类目相近，那么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你都可以去借鉴一下你可以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可以逐帧一步一步的去学习。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去找一些优秀的一些广告素材来去进行学习。同时呢，你还可以把它的广告脚本一起来下载下来，一起去学习。在这个创意中心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那因为 TikTok 官方呢，它会提供一些比较相近的一些关键词的一些联想推荐，根据一些相关的关键词拿到这些关键词呢，你可以去做一个对应的一些搜索去更好的去了解产品或者用户相关的一些需求。像这些相关的一些数据的话，其实如果说你自己的话，你完全是没有办法了解到的。那但是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我们可以自己来做一个学习以及一个调查。那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这些相关的一些关键词以及像这种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标签这里面都会有到。那么我们从这些地方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其实 TikTok 官方还是给到了非常强大的一些数据一些支持和分析。可以就看到像后台的这种各种数据大家都能够了解到。这个呢，其他的一些数据工具是没有办法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所以相比之下呢，无论你是做这个 Meta 还是一个谷歌广告，都没有说是像 TikTok 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对新手来说呢极其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工具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你要做跨境电商，或者你要做独立站，或者说你要开一个什么 TikTok 小店呢，都建议大家呢可以来开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TikTok 的这样的一个广告账户在 TikTok 的一个广告开户的链接呢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找到
那还有呢，很多朋友呢，可能在投放 TikTok 广告的实操过程当中呢，会遇到一些问题啊，特别一些新手朋友。那你可以，比如说呢，你遇到的问题，比如说TikTok 广告拒审的情况啊。那如果说你一次被拒绝掉的话，那你还可以重新上传新的广告素材啊，进行提审和个人这个审核，重新去进行一个投放也是没有问题。那么还有的人呢，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你的一个 TikTok 广告账户呢会封啊，那这种会被封。那么这种被封的情况下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是你的一些广告，或者说是你的产品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到这个页面可以看到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 TikTok 它的一个广告投放政策这里面有详细的说哪些政策，这些大家都可以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那这里其实制作广告呢也是非常重要广告素材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很多时候其实很多朋友呢，你在制作这个广告的时候，你觉得你个人制作的不行，那么你不想自己来制作广告，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一个兼职平台，比如说这个 Fiverr 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呢有很多一些专业的人士制作一些专业的事情比如说你想要制作一些广告的话，那么你可以在这里面来找可以在这里面来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广告设计广告视频设计，那你可以直接在这上面搜索，直接在这里搜索广告视频，那么这里面呢会有很多专业人士可以专门为你制作广告这里相关链接 Fiverr 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那这个就是我们花钱请人来帮我们制作一些广告。那还有大家会遇到一些问题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TikTok 的这个广告平台呢，它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鼠标的一个右下角这里是有一个客服在这里，我们可以点开它在这里面呢，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提供这里面它会有一些工单然后提供你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然后直接发送等他们的里面的一些客服人员来帮我们解答。那么最后呢，提醒一点，大家呢我们在投放的时候呢，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说侵权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在投一些什么这些知名品牌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有触犯的一些侵权的一些行为，那么这个可能会给你整个业务呢带来一些额外的一些风险，甚至呢还会出现一些索赔的一些风险。所以呢，大家不要去尝试这种你去销售一些知名品牌的产品这个的话就是关于一个侵权的问题，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如果说是你遇到了一些什么，比如说你的广告账户啦被拒然后被封的一些情况大家也可以到这个里面来，可以来找到他的相关的客服呢，去进行一个了解去提交一个寻求一个客服的一个支持。那不会写的小伙伴不知道怎么写的小伙伴呢，你可以使用像我说到的这个ChatGPT可以给他相关的一个截图，然后呢，他会根据你的一个截图来帮你写出一个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文本这个 GPT 是我平时用的比较顺手的。那么在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电商平台，正在想要做跨境电商的朋友呢，你可以来看之前呢，我有详细的给大家出一期就是跨境电商独立站搭建的整个里面非常详细的一个流程，包括产品的一个选品以及网站的一个搭建独立站的搭建，以及广告的一个投放，以及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流程这里面都有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教程，我也会把相关链接呢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和描述栏。那在这里呢，你有了一个独立站之后呢，但是呢，你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全球收款的方式大家也可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就是一个用注册美国公司来去申请一个 Stripe 账号。那 Stripe 账号呢是可以全球收款的大家感兴趣的伙伴也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